惊惨案，麻吉公寓遭遇黑熊入侵，无一生还。我惊恐地看着帖子中的照片，因为这正是我所在的小区。下一秒，门外就传来了摩擦指甲的声音。这是我放假期间刷到的帖子，本来没当回事，可帖子中还放着受害者名单，看起来就和真的一样。就在这时，房门突然传来了刺耳的声响，我吓了一跳，站立地走到门边，探头往猫眼看去，可外头黑漆漆的，什么也看不见。也许是我听错了吧，一定是受到那帖子的影响，才会出现这种错觉。我又一次看向了帖子，这才发现这篇帖子居然是5天之后发布的。我忍不住翻了个白眼，这么明显的恶作剧，还会有人相信吗？我接着往下翻去，可帖子的内容却越来越瘆人，也越来越真实。在5月2号这天，有一只黑熊进入了麻吉公寓，这只黑熊非常的邪门，听说还可以像人一样思考。突然，黑暗一瞬间笼罩了我，我吓得尖叫出声。怎么回事？我试了试开关，可灯没有丝毫的反应。难道是停电了？我皱起眉头，隐隐感觉到了一丝不安。跟帖的人越来越多，当网友把受害者的照片发出来时，我的血液仿佛都凉了几分，因为照片里的人竟然就是我。原本以为是谁 P 的图，可照片中的那人左手虎口的位置有颗黑痣，这件事只有我自己知道。如果照片不是假的，那么只有一种可能，这个帖子真的来自于5天后的未来。也就是说，在今晚会有一只黑熊闯入麻吉公寓，然后将我们所有人都杀光。我一下就想到了刚刚门口传来的异响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，正用锋利的爪子尝试开门。想到这儿，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就想着把这个事告诉小区的保安，可我发现手机根本截不了图，一旦我尝试截图就会死机。可是没有证据，我该怎么让别人相信我？我也不能找帽子叔叔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就算我跟他们解释，可没有证据的话，帽子叔叔也会觉得我疯了吧？正当我犹豫该怎么办时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房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规律。我突然想起自己刚才发出的尖叫声，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的话，那是不是更让他确定了我就在房间里？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可不知道为什么敲门声响了一会就停止了，我吞了口水，实在没有勇气再去看猫眼，周围仿佛陷入了一片寂静。不对，太奇怪了，我突然发现刚刚忽略掉的细节，邻居们为什么会这么安静？我住在503、502是一家3口，孩子刚刚1岁，经常哭闹，我明明刚才发出了那么大声的尖叫，却没能听到孩子的哭声。而且对门501的小伙子是个游戏主播，平时就吵吵嚷嚷的，现在也没有任何动静。突然有脚步声从门外传来，似乎是停在了501的门口。有人敲了501的门，阵阵的敲门声让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。我屏住了呼吸，不敢发出任何声音。突然响起的铃声吓了我一跳，原来是业主群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，我长吁了一口气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想了想，我掏出手机在业主群询问物业电力维修需要多久，可物业却说一般10分钟左右就会搞定，但我们的维修师傅还没到，请耐心等待一下。刚刚的维修人员是谁？我紧张的大气都不敢喘，缓缓地透过猫眼向外看去，依旧还是什么都没有。我连忙给501发了消息，过了好一会儿，他才回复了我：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，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。我松了口气，心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1，你家水管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打电话你也不接，你给我等着。我记得401的男人5大3粗的，看起来就不太好惹。我连忙在物业群里发了消息，艾特所有人，今晚感觉不太太平，大家尽量不要出门。不过没人理我，也是，我突然发这么一条奇怪的消息，要我看见了也只会当作没看见。很快，我听到了401上来的声音，他怒气冲冲地猛拍501的门。过了一会儿，501的房门缓缓地打开，虚掩着一条2指宽的缝隙。501，你人呢？我听到401站在门口大喊的声音，很显然501并没有出来。透过猫眼我看到401的男人一直站在门口，好像在犹豫着什么，因为501家里实在太黑了，黑的有点不正常，连一点光都没有透出来。我明明记得501刚刚还说是给水管工打着手电修水管，那怎么可能一片漆黑？我吞咽了一口口水，紧张的心突突的跳。赶紧出来呀！我知道你在家，不出来我就进去了。男人气不过，伸手用力一推，可门却只推了一半，就好像有什么东西正站在门后抵着门一样。
我紧张地看着门外的一切，那只黑熊现在就在501的门后，我头皮一阵发麻。楼下401的男人也被眼前的一幕吓了一跳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下一秒，一只巨大的熊爪飞快地从门后伸出，男人被猛地拉进门内，在一阵短促的惨叫后，便很快就安静了下来。我心脏疯狂地跳动，捂住嘴巴，尽量让自己不发出任何动静。毛骨悚然的响声从门外传来，我满头冷汗，颤抖着攥着拳头，手指关节被我捏得发白。最开始进入501的韦小光，难道就是那只黑熊？这只黑熊远比我想象中的要聪明，甚至更加狡猾。看样子帖子说的没错，黑熊会慢慢吃掉公寓里所有的人。可如果我们都不开门的话，黑熊又是怎么进来的？我连忙回到那个帖子，一会儿没看又多了不少评论。嗨，你是不知道，听说那黑熊邪得厉害，它能从窗户里爬进来。哈，不是吧？麻吉公寓一共有8层啊，它这么高怎么爬进来？这是熊又不是蜘蛛侠。知道黑熊能从窗户里爬进来的那一刻，我立即冲到家里的窗前，将所有窗户和阳台的门都锁好。可我不禁还是觉得有些奇怪，死了那么多人，难道没有人发现黑熊进入了小区？帖子里还在不停地回复着，所以说那黑熊邪呀。之所以住户没听到什么声音，据说是那黑熊一开始就吃掉受害人的舌头。别说了，别说了，我要睡不着觉了，害怕。我后背渗出黏腻的冷汗，难怪我刚刚只听到男人发出一声短促的惨叫。正当我准备关阳台窗户时，我突然瞥见了对面大楼窗户的反光，刚好照出了501屋内的情况。透过反光，我看到了一个体型十分壮硕的黑影，正站在客厅里。这应该就是那只黑熊吧？只见他就像是人一样用2只脚站着，并且我看他的动作，好像是在模仿人穿衣服。我感觉无比的恐惧，可他忽然像是有所察觉一样，眼神突然猛地朝对面斜斜地看了过来。我吓了一跳，赶紧拉上了窗帘，悄悄缩了回去。我连忙拨打了报警电话，说明了现在的情况。帽子叔叔收到消息后，便让我找到安全的地方躲起来。可我们这栋楼还有那么多的人，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他们出事。随后，我急忙在业主群里编辑信息：麻吉小区闯入了黑熊，如果有人敲门，千万别开门。咱们小区以前是一片荒山，虽然有人看到过熊出没，但当时山上的野生动物早就送到动物园了。今天休息谁这么无聊在这里恶搞大家？群主快给他踢出去！我看是503的业主，这次来的是熊大还是熊二？有没有光头强？哈哈哈哈！看着他们玩笑似的回复，我焦急地继续打字。现在我对门的501和楼下401的业主很可能已经遇难了，大家不要再开玩笑了。遇难？你怎么张嘴就说瞎话？501呢？出来说句话！在群里片刻的沉寂后，没想到501真的回复了消息。是吧？啊，怎 JKRH？ 怎么回事？一瞬间我汗毛倒立。难道是那只熊？你看人家回复了，还说人家遇难了。503太损了，谁说不是？赶紧给人家赔礼道歉。我看这个503就是无聊消遣别人，你要是无聊可以来我家里玩玩。小妹妹，看着群里的信息，我感到一阵无奈，但不论怎样，不能再让黑熊继续造成伤亡了。黑熊对死掉的动物不感兴趣，关键时候装死可以防止黑熊造成危险。我陆陆续续的又在群里发了几条躲避黑熊的科普，希望这些可以帮到其他人。这时群里有人猜测我是不是遇到了危险，正在求救，大家议论纷纷。平时跟我关系最好的张叔主动提出来看我，我连忙阻止。就在我准备给他打电话时，门口突然传来了一阵细小的声音，我瞬间屏住了呼吸。那声音就像是故意踮着脚尖走路，慢慢的向着我家走来。是那只黑熊吗？我忐忑地向门外望去，可通过猫眼发现外面依旧是一片漆黑。不能确认门外的情况，我感到十分焦急。我到底该怎么办？对了，也许帖子里会有黑熊的信息。我连忙打开帖子往下滑去，下面的评论中，我突然注意到了类似黑熊复仇的字样。复仇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是我们伤害了黑熊？所以……还没等我想清楚，门口的电子锁却不停地传来电子音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紧接着门外便陷入了一片寂静，我警惕地向着门口移动。可当我看清门外情况的时候，我只感觉脚下一软，一只黑熊的脸正凑在门前，血红的眼睛正四处查看着。人连解锁失败，人连解锁失败。电子锁不停地响着，突然巨大的咆哮响彻整个楼道，我甚至能从他嘶吼的声音中听到打不开门锁的愤怒。而我面前的铁门也被那只黑熊砸得有些变形，我赶忙躲进柜子里，颤抖地听着门外的情况。可不知道为什么门外的电子锁却响起了不一样的声音。人连解锁成功，欢迎回家。我躲在柜子里紧张的不敢喘气，因为我知道那只黑熊已经闯进我家了。桌上的物品纷纷掉落，沉重的踱步声在客厅响起。我知道那只黑熊正在找我，我赶忙拿出手机给张叔发消息。张叔，
现在黑熊在我家，千万别上来。信息发出去后，可一直没有等到张叔的回复，但黑熊咆哮的声音却让更多的业主听到。你们刚刚有没有听到门外的怪叫？好像真是什么动物的声音。我怎么没听到？你们怎么和503的业主一起跟大家开玩笑？我也听到了，确实有声音。见状，我赶忙回复，我没有骗你们，都锁好门窗，黑熊真的来了。此话一出，群里炸开了锅，所有人都密切地关注着我所在的单元楼。这时我在群里询问他们有没有看到张叔，因为张叔刚刚说要过来，但现在我发消息却没有人回复，大家众说纷纭，但都联系不上张叔。我正为此紧张时，客厅的脚步声却越来越近。难道黑熊发现我了？我紧紧地捂着嘴巴，生怕自己喘息的声音被听到。柜子外突然传来了细小的吸气声，我这才反应过来，狗熊的鼻子可要比人类灵敏，就算我不发出声音，光凭味道它也会找到我。那声音离我越来越近，仿佛与我对视之隔。听声音，它应该是打开了冰箱。我暗自吁了一口气，还好冰箱里有半罐蜂蜜。柜门外又响起了一声清脆的金属声，好像什么东西掉了。紧接着那呼吸声再次贴近，而且指甲摩擦柜门的声音也渐渐响起。我紧紧地闭着眼睛，不敢面对柜子外的黑熊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楼道响起了欢快的脚步声，黑熊仿佛也注意到，直直地向外走去。是谁在门外？我紧张地掏出手机，翻看着群内的信息。明明所有人都回复了消息，不应该有人上楼啊！我扫了一眼时间，糟了，现在是放学时间。走廊外果然响起了孩子哼歌的声音，是贝贝。601家的小丫头，每次放学遇见她的时候，都会兴高采烈地向我问好。黑熊也被这突然传来的声音所吸引，我知道如果我不出去就贝贝，他肯定会出事。我缓缓地推开柜门，露出一个缝隙，发现黑熊此时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门外，完全没有注意到我。在我的印象里，501的房门是开着的。我想到了一个办法，但太危险了，机会只有一次。我的双腿一直在打颤，走廊上的脚步声越来越近。我屏住呼吸离开柜子，悄悄地躲在黑熊的身后。当贝贝出现在视线内的时候，我和黑熊都行动了。孩子一瞬间被吓得呆在了原地。就是这个时候，我猛然冲过去抱住了他，借着向前的冲力，带着贝贝进入了501。黑熊显然是没有想到我的动作，他气急败坏地向我冲了过来。我连滚带爬地关上了房门，气喘吁吁地靠在门上。刚才实在太紧急了，我都没注意到自己的腿被刮掉了一大块皮。我安抚了一下贝贝，而门外又响起了撞门的声音，那只黑熊的力道越来越大。绝望的时候，一阵铃声响起，我趴在猫眼上向外看去，发现我家单元门锁的铃声响了起来。可下一秒，客厅传来的声音让我冷汗直流。小姑娘，我是张叔，物业让我过来给你送东西，你开下门。张叔果然还是来了，而且这个黑熊还接通了电话，像是在模仿人说话一样。我不敢相信自己听到的一切，难道那只黑熊真的听懂了张叔说的话？而且接完电话后，黑熊居然向着楼下走去。我赶忙给张叔拨通了视频电话，我在房间内焦急地等待着。过了半晌，张叔的面庞才出现在手机屏幕中。姑娘，你没事吧？你的家里怎么这么黑？张叔，我家接了头熊，我知道你很难相信，但现在那头熊下楼了，你赶紧跑，不然……还没等我说完，我就听到楼下单元门开锁的声音。张叔接电话的时候还一脸轻松，可门被打开的一瞬间，他露出了惊悚的表情。又是一声惨叫，紧接着视频通话便中断了。我倒吸一口凉气，赶忙打开门，对着楼下大喊：“我就在楼上，你不是要吃我吗？来啊！”我虽然很紧张，但我想吸引黑熊上楼，这样他就没机会再伤害张叔了。黑熊咆哮声在楼道里再次回响，我看着躲在我身旁瑟瑟发抖的贝贝。虽然这个举动吸引了黑熊，但终究是杯水车薪。我咬了咬牙，离开了房间，并告诉贝贝不要给任何人开门。说罢，我便向着楼上跑去。我现在只能吸引黑熊，争取能和黑熊错开下楼的位置。毕竟我们小区除了楼道，还有一个额外的消防通道。可腿部的伤让我很难上楼，好不容易一瘸一拐的上了几层，腿部的疼痛差点让我昏厥过去。可我一回头，却发现黑熊已经出现在身后。在和黑熊对视的一瞬间，他张着血盆大口向我，我绝望的闭上了眼。几声微弱的响声响起，等我再睁眼才看到，帽子叔叔使用麻醉针控制住了黑熊，而我也被顺利救下。后来我才知道，当时张叔看到黑熊后就躺在地上装死，而我的声音正好吸引了黑熊。被捕的黑熊很快也被人们认了出来，正是之前在荒山上居住的黑熊。当时人们在荒山的时候，就能在冬季听到黑熊吼叫的声音。也许黑熊觉得是我们人类占据了它的家园。现在黑熊已经被送往动物园，得到了妥善的安置。至于501和401，在两人看到黑熊的第一时间就被拍晕了，所幸并无大碍。
当帽子叔叔问起我是怎么发现黑熊的时候，我想起了那篇帖子，可在翻看手机却发现它消失了。看样子是我改变了未来的结果。也许冥冥之中，那条帖子就是希望我能扭转未来，避免悲剧的发生。过了半个月，我几乎忘记了这件事，直到我去动物园游玩的时候，我又看见了那只黑熊。它完全没有了那天的凶残，眼神中也露出些许安心。只不过它在认出我后，便目不转睛地盯着我。回想起那天它的种种行为，难道它真的只是一头普通的黑熊吗？起初并没有人在意这场大雾，直到我们的记忆被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一天。我在一个陌生的环境中惊醒，看着满是尘土的房间，好像已经许久没有人住过了。我这是在哪里？就在我疑惑间，我注意到了对面墙上血红色的字迹，在这破旧的房屋内显得格格不入，明显是有人刻意留下的。麻吉路144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是一个地址吗？明明昨晚我还在家睡觉，怎么一转眼就到这里了？我下意识地想打开手机，却发现手机没有任何反应。我顿时紧张了起来，急忙起身，警惕地看着四周。窗外阴沉沉的，只透出些许光亮，漫天的迷雾笼罩在周围，这种荒芜的感觉让我心惊胆寒。我吞了吞口水，又往身侧看了过去，这才注意到床头的墙上似乎也有些奇怪的痕迹。末日箱子已经很近了，屋里有危险。我断断续续念了出来，这些字迹与醒来时看到的一样，似乎都是刚写上去的，而且有些眼熟，但我一时想不起来到底在哪里看过。屋子内充斥着发霉的味道，我紧紧地皱起了眉，打算先打开窗户透气，顺便看看外面是什么情况。可我没想到雾气比想象中的更浓，顺着窗户就飘了进来。我连忙向外扇了扇，但雾气久久都没散去。就在这时，窗外隐约传来了一阵哭声，断断续续的，十分瘆人。哭声中似乎还夹杂着嘶吼，一直在窗外回荡。冷汗顺着我的脸颊划过，楼外死气沉沉的，我吓得立马想要反锁窗户。突然，一个影子从对面的楼上坠落，狠狠地砸穿了超市门口的遮阳布。我吓得捂住了自己的嘴巴，弱弱地向楼下望去。超市也被雾气笼罩，能看得出超市的老板已经给做好了防护措施，可最终那些铁网、沙袋没能挡住末世的摧残。要是现在能像流浪超市这个游戏里面那样就好了。虽然生活在末日世界，但是一开局就能获得一个超市，可以随便改造，不仅能装备重型武器，甚至还能给超市加上机械腿，彻底变成移动堡垒，来抵御变异小怪。最主要的是，你能当超市老板，在末日也不怕物资短缺，还能招募很多厉害的员工来提高超市的战斗力，更可以搭配各种阵容、炮塔武器，直接体验到末日生存，满屏炮弹乱飞的爽感。如果你也想在末日生存，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避难所，可以去左下角流浪超市里学习一下。还没等我仔细看清楚，屋里又响起了骇人的磨牙声，那声音如同可怖的野兽在进食。我紧紧地盯着坠地的位置，心中充满了害怕。那是什么？难道真的是末日了？窗外的低吼还在继续，声音也越来越大。我连忙将窗户关上，试图阻挡这一切诡异的声音。我现在该怎么办？我瑟瑟发抖地靠近墙壁，脑子里乱成一团。从我醒来到现在看到的所有事情都透露着诡异。缓了许久，我还是站起了身，试图从屋内再找到一些什么防身的道具。可在房间中，除了一个血迹斑斑的皮箱，其他我什么都没发现。眼看着红色的液体顺着皮箱的缝隙流淌，我有些不敢靠近，一时间脑子里各种诡异的思绪转过。可放眼望去，屋子里再没有其他东西了。犹豫了再三，我还是哆嗦着靠了过去。突然，一个罐子从皮箱中掉了出来，是油漆。我顿时微微松了一口气，再往皮箱内看去，里面竟然都是我自己的衣物。我有些懵懵的。这是我的箱子，不然我的衣服为什么都在里面？那墙上的字，难道也是我写的？我捂紧脑袋想了半天，可却依旧没有想起来到底是什么时候写下的这些字。我有些不解地接着在皮箱里翻找着。除了衣物外，我又翻出了一个老旧的档案袋，里面放着一张地图，上面被标记的位置正是麻吉路144号。我再次望向了两面墙上的字迹，如果说那是我写的，是不是说明我需要往那个地址走？可那里到底有什么东西，让我不顾外面的大雾，甚至不顾危险的要前往？我隐隐觉得好像只有到了那边才能知道答案。尽管知道了要去的地方，可我联系不到任何人，一想到我要一个人走到完全未知的地方，我整个人都有些颤抖。肚子发出了咕咕咕的叫声，饥饿感一瞬间唤醒了我。我赶忙寻找吃的，可最后只找到了一瓶水。我看着手上的水瓶，就算不进入大雾，我也会因为没有物资被活活饿死。想了想，我还是起了身，收拾完了行李，悄悄地推开了门。外面有人吗？我小声地问了一句，声音回荡在整个走廊里，可没有任何的回复。我小心翼翼地观察着四周，大开的房门映衬在充满雾气的走廊里，显得十分诡异。
我咽了口水，终究还是打开门走了出去。大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，我一边警惕地观察着四周，一边向着目的地进发。忽然，一阵哭声伴随着脚步声在远处传来，一个古怪的身影出现在了浓雾中。巨大的头颅，细小的四肢，看起来十分怪异。我吓得直接躲到了一旁，连大气都不敢喘，生怕暴露了自己的位置。渐渐的，那个身影从雾中走了出来，原来是一名中年妇女，她的神情有些呆滞，走起路来也是晃悠悠的样子。我敏锐地发现她双手发紫，指甲也没有任何的血色，眼球向外凸起，布满了血丝。没过一会儿，她就停了下来，诡异的四处张望着。我紧紧地捂住了嘴，四周一片死寂，仿佛只能听到自己的心跳。正当我庆幸她没有发现我的时候，肚子却不争气地叫了起来，凶猛地抬头看向我，一边嘶吼一边向我冲了过来。姐姐去哪儿了？你快把姐姐还给我！还给我！她扭曲的姿势让我感到头皮发麻，我很想跑，可我被吓得两腿发软，根本站不起来。难道我就要死在这里了吗？不知为什么，她忽然跌倒在路上，一动不动。雾气中安静的可怕，等待了半晌，看她依旧没有动作，我谨慎地凑了过去。只见她手中死死地握着一个本子，嘴里不停地念叨着芊芊。看样子她只是晕了过去。我小心翼翼地捡起她手中的本子，上面写满了日记，里面全是她找寻女儿的事迹。看样子芊芊就是她的女儿。我继续翻看着日记，不知道为什么日记中没有写过日期，而且她每天都在重复做着一样的事情。最重要的是，里面反复提到一个地址：麻吉路144号。她也要去那里？那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我在本子上撕了2张空白的纸，就在我塞进口袋时，我忽然发现口袋中似乎有什么东西。我拿出来看了一眼，这才发现放着的竟然是一张高铁票。5月1号，麻吉市。这张高铁票的终点正是我现在所在的城市，难道我本来就是要来这里？可我却不记得自己什么时候买的票。5月1号究竟发生了什么？无数的疑问充斥在我的脑海中，疑点也越来越多。想了想，我顺着目标的方向继续走下去。路边的商店几乎空无一物，不知走了多久，终于到达了终点，麻吉路144号麻吉医院。我惊讶不已地看着目的地，破败的医院在大雾的笼罩下显得十分凄凉。我有些胆怯，如果医院里的人也都和刚才的女人一样，我会不会有危险？我紧闭着嘴在医院门口站了半天，最终还是下定了决心，既然都来到这里了，那去看看吧。我小心翼翼地走进医院，时刻注意着周围的情况。医院的楼道里依旧充斥着雾气，我摸索着墙面缓缓前进，突然手心传来了黏黏的触感，我抬眼望了过去，手掌沾满了红色的痕迹。我心头猛地一惊，缓缓看向墙壁，只见墙上写着3楼是安全的，快上来。这字迹我看着无比的眼熟，我以前一定见过。难道说我来过这里，还是说这里有我认识的人？我咬了咬牙，继续向上走去。越是靠近3楼，墙上的留言越多，内容也更加详细。千万不要离开这里，你一定要守住医院。芊芊不见了，张姐出去找了，希望他们母女平安无事，不要走太远，天黑之前一定要回来。原来刚才遇到的女士就是张姐，看样子她的孩子走丢了。我小心翼翼地来到了3楼，整个走廊几乎都被红色的留言填满，墙上也陆陆续续地出现零散的便签纸，粮食越来越少，少吃点给孩子留着，也不知道楠楠过得怎么样。楠楠，那是我的小名，只有爸爸妈妈会这么叫我。这是同名同姓，还是……药还够，但是不多了，我们要坚持住。2楼让给张姐和芊芊了，正好3楼有药。昨天下雨了，顶层放了很多水桶，记得收。坚持下去，我们还有女儿呢。不困不要睡觉，多看着点门外，别错过了楠楠。果然是爸爸妈妈。5公里内已经没有吃的了，老头子腿还不能下楼，只能靠我去找吃的。吸入大雾再睡觉会失去当天的记忆，尽量2个人分开时间睡。楠楠买了车票，一定会来的，千万别走，无论如何都要等他回来。此刻我的眼泪已经决堤，我发疯了似的挨个房间寻找，最后我在一间病房里看到了他们。母亲已经瘦骨嶙峋，整个人看起来也摇摇欲坠，父亲躺在病床上虚弱地看着我。是你吗，楠楠？妈，我回来了。楠楠不怕，咱们回家了。深夜，独自在公司加班的你收到了一份陌生的外卖，你觉得莫名其妙，可外卖员把外卖放在桌子上便离开了。看着桌面的外卖，你有些疑惑，外卖上没有任何的信息。
思索了片刻，你觉得应该是男友送来的，随后便赶忙给男友发消息：爸，你要给我点外卖了吗？可是等了半天，男友还是没有回复。你睡着了吗？于是你收心开始工作，突然办公室变得一片漆黑，好像停电了。你摸黑拿起手机找到楼下的保安，发现你们办公室的电闸跳闸了。复位后你才想起来，你做的文档没有保存，看样子今晚又要通宵了。回到办公室，你打开了灯，一瞬间你想到了什么，慌张地离开办公室，疯狂地向楼下跑去寻找保安。见到保安后，你急忙地跟他说，有陌生人进了公司。猫咪躲起来，说明家中有陌生人。妈妈开门后的惊讶表情，说明房间明显有其他人。换下的牙刷没有出现在垃圾桶，说明有人单独将它拿走。妈妈没有见过男朋友，但聊天中却说男友喜欢，说明妈妈见到了那个陌生人。正常白天妈妈进屋都会拉开窗帘，窗帘没有拉开，说明有人又将窗帘拉上。我们埋在地下的时光胶囊里出现了一张无人认领的纸条，本以为是一句玩笑话，可没想到真的有人死了。一声尖叫从卫生间传来，等我赶到时，芊芊已经瞪大了双眼，僵硬地躺在卫生间里，仿佛在生前看到了恐怖的景象。芊芊死了！一瞬间我如坠冰窖，整个人被定在原地。我颤巍巍地询问雨墨，难道真的是他？我的脑海中都是那张红色的字条，雨墨也被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哆嗦着拿出了手机，拨通了报警电话。说明情况后，我脚下一软，跌坐在地。原本今天我来这里是参加初中同学的聚会，当年我与芊芊、雨墨共同埋下了一个时间胶囊，相约在15年后的今天打开。可现在出现了一张不属于任何人字迹的纸条。你说会不会是小美啊？当时她就偷我的笔，发现了之后还说是她自己的。肯定不是，我都不认识他。写纸条的人是要杀了我们所有人，他一定对我们非常怨恨。那就是杜芳了，那个转校生，整个人土里土气的，平时也不愿说话。那件事儿我们也不是故意的，他应该不会记仇吧？还记得那个学期一直是杜芳帮我们带早餐，到了周末我们偶尔也会找他玩，但他总以在家照顾他残疾的妈妈为理由拒绝我们。直到有一次他忘记了给我们带早饭，芊芊就编了个谎话捉弄他，我在一旁并没有阻止。也正因为这句玩笑话让杜芳出了车祸。后来听说杜芳的妈妈是在得知她出车祸的消息后着急出门，不小心从楼梯上跌落出了意外。从那以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杜芳了。你说她当年会不会已经死了？雨墨颤抖地问道。啊，少自己吓唬自己，现在已经15年了，我们不也活得好好的？芊芊也有些紧张，起身留下了一句我去一下卫生间便离开了。哎，小兰，看朋友圈，平时你还去社区给孩子做心理疏导啊？做心理医生是不是很赚钱啊？我去给孩子疏导心理问题不是为了赚钱，其实很多孩子都有心理疾病，我自然会多关注一些。小孩子哪有什么心理疾病？你想出名赚钱还说这么多场面话。你不觉得我们上学的时候就做了很多伤害别人的事吗？那些事很有可能会给别人造成一辈子的影响。得了吧，当年怎么没看出来你这么善解人意啊？现在倒是装起好人了。雨墨的话让我感觉心中无比的愧疚，我十分的后悔当时我没有及时站出来。我们那时候所谓的玩笑就是对杜芳的伤害，所以我才想让更多的孩子不要成为当年的我们，这也是我成为心理医生的原因。我不可置信地看着倒在面前的芊芊，曾经的挚友就这样躺在我的面前，一种莫名的恐惧萦绕在我的心头。一定是他说了会在15年后来杀我们。雨墨惊恐地看向四周，跪伏在地上，嘴里喃喃道：不要杀我，不要杀我，我现在好不容易出名了，我可不想死。看着他惊吓过度的样子，仿佛杜芳就在我们的身边。突然传来的声响让我感到紧张，雨墨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，空气在这一瞬间凝结，仿佛门背后有一双凶狠的眼睛正在瞪着我们。警察，开门！我顿时松了一口气，随后警察对现场进行了简单的排查。死者死于心脏病突发，我们还在他的包里发现了治疗心脏病的药。经过我们的初步判定，死者是因为没有及时用药导致并发身亡。现在登记一下，如果有什么情况，我们会通知你们到局里协助调查。警察离开后，雨墨叹了一口气，他着急地收拾着东西，连招呼都没打就慌张地离开。看着他慌不择路的样子，
我只感到一阵恶心。他和上学时一样，从来没认识到自己的错误。我看着雨墨坐上了出租车离开，慢慢的点燃了手中的纸条。我们15年之后打开它，一起看看我们都埋下了什么。杜芳，按照约定，我让他们看到了那张你写的纸条。师傅，假如上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跟你开了一个玩笑，可这个玩笑却毁了你的一生，现在那个同学知道自己错了，向你道歉，你说你会原谅他吗？如果是你，你会原谅吗？回家时，你发现电子锁的面板上有其他人的手印，可你从来都是用指纹解锁的。觉察到异常，你赶忙查看门锁的监控记录，发现原来是妈妈上午来过。刚进家门，你发现家里的猫咪一直躲在沙发下，不论怎么逗它都不肯出来。沙发上放着一件粉色的裙子，看样子又是妈妈拿来的。你拿起手机给妈妈发去消息：妈，都说了我不喜欢粉色，别再给我买粉色的衣服了。你不喜欢，你男朋友喜欢呀。门口的男士皮鞋，阳台上晾着的男士内裤，你知道妈妈肯定是误会了。不过你不想解释，因为妈妈总催你找对象。你洗脸时发现牙刷已经被换成了新的，还是讨厌的粉色。你想找回你之前的牙刷，垃圾桶里除了你昨晚用过的面膜，什么都没有。你感觉一阵心悸，抱着怀疑的心情走进了卧室，看着没有拉开的窗帘，你感到无比的恐惧，更加确信了自己的想法，迅速冲出了房间，拨打了报警电话。喂，有陌生人藏在我家。如果你在看电影的时候踩到了软绵绵的东西，请立刻提高警惕，因为你可能遇到变态了。荧幕中的电影忽明忽暗，手中的可乐杯已经被我捏得有些变形，并不是电影中的情节让我如此紧张，而是那个让我恶心又忌惮的男人又出现了。第一次遇见他是我刚进商场的时候，他看到年轻的女生就会主动凑过去对着她们鬼笑，表情属实让人厌恶，女生见到都会躲开，我也急忙低着头装作没看到，一直到电影院休息区的椅子上，我才稍微的放下心来。可当我抬起头四处张望时，那个男人居然也出现在了电影院。他突然转头看向我，诡异的笑容像是发现了我正在看他。我赶紧转移视线，低头玩手机，可我的余光却能感觉到他正在向我的方向走来。我的心跳咚咚作响，直到他绕过我才松了一口气。我的长相普通，着装也很平常，更别说身高也不出众，扔到人堆里根本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。仔细想想，应该是我想多了。电影放映期间，我一直心神不宁，那个男人应该已经不在电影院了吧？可能是刚刚精神太过紧张，也有可能是放映厅的温度比较舒适，我竟在座椅上睡着了。等我再醒来，电影已经放了一半，我伸了伸懒腰，突然意识到脚下的地毯踩起来软软的，还挺舒服。我心里有些好奇地毯的材质，直到我低下头往下看去时，这才发现我脚底下踩着的竟然是一双血红的手掌。我冷汗直流，顺着手的方向抬头看去，那名诡异的男人不知道什么时候坐在了我座椅的前面，双手通过前排座椅的缝隙放在我的脚下。我十分害怕，但感到更多的是恶心。我不清楚他到底要做什么。我急忙将脚抬起，男人似乎觉察到了异常，慢慢的把手收了回去。可没过一会儿，他把手又伸了过来，并且还摩挲着我的鞋面。不知道他是不是故意这么做的，但我的内心特别的煎熬。我是一个人来看电影的，身边没有朋友，平时我的社交也比较少，就是活脱脱一个 I 人，但我也不敢求助旁人。难道跟他们说我被骚扰了吗？会不会让大家觉得我太自负了？然而我更害怕的是被周围人围观的目光。我怯懦地低下了头，眼泪默不作声地顺着我的脸颊流了下来。好在旁边的小姐姐似乎看出了我的不对劲，她便凑近我问了下情况。我犹豫了半晌，小声跟她窃语着。她听完后直接起身呵斥起了这个男人。口语之间，大家慢慢地把目光集中在了男人的身上，甚至有的男士听后直接站起了身。见此情景，前座诡异的男人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。在大家挺身而出的那一刻，我突然觉得自己没有那么不堪，而真正难堪的是那个恶心的男人。所以下次再受到骚扰，我一定不会像这次默不作声，只有我大胆地说出来，才能避免这样的事再次发生。